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这边第一位，民党发言人吴峥，大家好；时事评论员周航老师，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黄伟汉，吴哥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的台北市议员张思刚，大家晚安；资深媒体人邱明玉，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黄明，大家晚安。好，那对，在跟大家正式讨论国内大家所关心的所有政治话题以前，那要谢谢非常感谢，那因为这座奖，对我第13度得这个奖 ，OK， 谢谢大家，那真的很感谢。当然，你说这个奖项13年来一路过来，真的要非常谢谢年代电视台练董事长、严总跟于总，让包括我们所有的来宾有一个能够挥洒的空间。各位来宾大家都可以知道，在节目现场的时候，我们大家不会刻意告诉你说小玉你一定要说什么，谁你一定要说什么，因为每一种不同的声音，在我们这个频道里面，我都觉得它是最珍贵的。OK， 这个也是能够获奖的主要的一个原因。当然，要非常谢谢我们的所有团队，还有现场所有的工程的所有的大哥们。那大家让观众朋友看到一个这么优质的节目，那当然要非常谢谢那鞭策我的经纪人。OK， 那所有这一切到最后要真正谢谢的是现场所有每一集的来宾，因为你们的声音才能够让这个节目变得多元，变得有色彩，变得这么受观众喜爱。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好 ，OK， 谢谢。好，那其实，大家在谈所有的政治话题的时候，为什么多元的声音非常重要？希望让所有不同的一些声音都能够在我们这个节目里面，能够让所有的观众朋友听到。好，那大家现在最关心的，你现在应该最关心的就是对于年底这场2026、甚或2028的选战，各种声音或是每一次看到的事情，到底会有什么影响？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回来了，昨天也开了记者会，告诉他这次访美所有相关的行程。今天接受媒体访问，他甚或直接告诉你说，他访问远超预期，甚或连美国国务院有一些都不知道。那大家就要想问说，那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样一些状况？是甘乃迪家族的人，那是算是这一块吗？那包括为什么他讲华侨有人把他跟国父孙中山先生一起做一段联想？不过他也不讳言。这次要出访的过程当中，美方长期以来是不是对我们有一些的误解？甚或会讲说，对，有人就是一直不断的想办法阻挠。对，吴峥有没有看？我在看你。对，他没有说是吴峥，但是他讲言下之意就是有人不断的阻挠。为什么会这样？我让你先看一下郑丽文主席怎么说的。来，还是远远超乎我的预期。哦，快要吐穿天花板。对啊，很多东西就是不能讲嘛，连他们国务院都不知道。真的吗？当然了。哎呀，我讲话是绝对有根据的。我已经很保守了，但是没有关系，不能讲就是不能讲。这一行去的确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效果比我原本所预期的要好太多了。在我去之前，就有人全面的在游说跟阻挡国会议员见我。在这么有限的时间里头，我们还是见了9位，然后再加上后来1位的通话，总共10位的参议员加上这个众议员。不是说你要参选，考虑参选2028吗？没有啦，我是党主席嘛，所以每个人都说，不是说，你不要一天到晚都往外跑啊，国内选举很重要。不是，就是因为是党主席，对不对，小雨？对啊，党主席大家都会直接想到跟总统选举会有关联系嘛，应该都是这样。好，这个是等一下大家讲说，包括郑丽文主席这次出访，你接下来看到21号的时候，韩国院长也要到美国去访问，大家会比较那个层级啦，比较所有这些，因为都跟2028可能会有关系。不过刚才郑丽文主席，你有没有看到，他就直接讲远超预期。对。为什么有媒体就写说被降级啦，然后被冷漠的对待啦，被所有这些，到底让观众朋友知道到底是怎么样啦？是远超预期还是怎么样？而且他说有很多是连美国国务院都不知道哦。你笑什么？邱小玉，不是这真的，你笑什么？邱明玉知道，不是这真的蛮好笑的啦哈，因为他的那个话是说，他的收获远超预期，连美国国务院都不见得会知道。好，那我就问2个点嘛。那你看你在这个郑丽文有说，记者有问啊，就是他在电梯里面不是有碰到国会议员嘛？然后这个国会议员，你是不是还有跟人家说要合照？对，而且还是随机遇到这个国会议员。你看你在电梯里只有几个人才会知道的事情。竟然，这个记者会知道？你觉得记者，就我的了解啦，这个《自由时报》记者怎么会知道？对他一定没有去嘛。对嘛，他没有去啊。可是你看，连这个消息他都会知道。那另外的还有包括就是说这个他自己讲说握习近平的手，那很像这个云朵嘛。然后另外还说什么跟算命师讲一讲，连这件事情，
这个都会而且他传回来。说是私下讲的哦。对对，而且显然这件事情李德维不知道。对，因为李德维在16号的时候候出来讲说，这个讲法太不合理了，还否认嘛怎么可能会这样？对啊没想到郑丽文在17号说对有，但他是私下讲，也就是说私下讲的大家也知道。这很恐怖哎、哦所以你看，你连电梯里私下讲的，哎，都美国华府都掌握的这样子出来，然后还回到这个国内的媒体。那你觉得你还有什么事情是美国的这个国务院或者是国安会他们不知道的？我觉得光从这个逻辑，所以为什么我刚刚会觉得，好，你也太有自信了啦，哈，好。那回过头来就是说，他其实今天回来行程是满档，他早上先上了广播，然后下午就接受历史哥的这个访问吧，哈。那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说，不知道是不是曾丽文先上了浅秋的那个广播，他可能才刚起来还是怎么样，所以他讲话比较熟。他讲话比较熟，除了那个国务院是有点夸张之外啦，他其实当时他一开始是讲说有远超预期，他是说我本来就没有预期华府会热烈的欢迎我哦，他说就按照一般的这个正常的程序没有什么特殊的待遇。他讲话有比较缩，你可以看他整个，因为我早上有听他那个1个小时的访问，他讲话就态度会比较缩，就说没有大家这个预期反应。结果他到下午的时候，他就去上了那个历史歌节目，我觉得他就是好像又活过来，满血复活了，就讲一讲，哇，他就整个人就快要飞起来了，所以才会有出现说那个什么甘乃迪家族啦，他就自己自曝说，我有跟甘乃迪家族的成员见面哦，但不能告诉你是谁。没有，那个是主持人说，主持人有问他嘛，他说那你那个跟谁见面嘛？对啊，他就问他说，我不能告诉你是谁，然后突然才讲到说，他跟美国有说什么要遵守承诺，不能讲说有会面是谁。你看他那时候快要飞起来了，就是连这个私下会面他都直接讲出来。那更夸张是，他也讲到国父，他越讲越夸张，就说，我在侨界很多人都把我跟国父做比拟，哇，大家听到说。天啊，你也还连国父都讲出来，那不可否认因为郑丽文她的生日是11月12号，她跟国父他跟国父诞辰是同一天。是因为这个原因吗？那个是之前，他之前自己就有讲过。对，我记得他在这个政协会那一趟，他就有去国父叶林那边，他就有讲过，他说他跟中文很有缘，因为同样都有一个文字，然后他的生日就跟国父同一天。那他这一次在侨界的时候，他是讲说因为国父革命的时候因为华侨很重要，所以他就是都跟华侨来募款嘛，所以就很多人觉得说他现在为了两岸和平所以被招总，所以来募款，所以他就是说有些人可能行径觉得他跟国父很像，哇。他越讲越夸张，然后最后他还讲到夸张是说呢，他本来在华府的时候还想要帮赖清德说项，说你们能不能让我们的赖总统过境？但是后来我觉得这个什么赖总统是他民进党就太可恶了什么自作孽不可活什么之类，他连这个都讲所以我就觉得说他。好像他早上的时候比较收，然后到下午的时候又开始志得意满，整个就飞起来了。那回过头来了那为什么就是说他这次关注就到底是不是如他所讲的到底是不是说有这个被破格接待，还是说你被媒体所说你是降格归待？那这个是 Political 等于说是在业界公认全球公认最专业的政策情报平台那他旗下有一个刊物啦他就写说那个 Washington freeze out Taiwan's 那个 opposition leader，意思就是说华盛顿你那个 freeze out 如果说用字面上来讲是冻死了，你已经冻死了冻死了台湾这个反对派的领袖，他是用冻死来形容就是说你不是已经是冷待，不是已经是冷的对待，你是已经快要把它冻死了那当然他在里面还有用一些比较强硬的字眼譬如说用 strike out 啦，还有 peace off 啦这个就是说用比较三振或者这种什么炸裂气炸这种字眼来形容这个美方对郑丽文的一个看法。所以你要看的是说，如果连美国这么专业的这个情报平台都用说这个华盛顿华府是用这个快冻死了这个对待态度来对待这个台湾的反对党领袖的话，那这个是很证明这个华府释出来的消息。那为什么我最后讲说为什么他说要用这个用很冷漠的对待台湾的这个反对派的领导人？他用2个原因嘛。第一个原因就是说还是军购啦，就对于他这个反对军购的一个态度所以就是让美方很不满，尤其是讲到说这个美台的军售这个来回那么多次的磋商，结果你还是把它讲成空白授权讲就是有点影射这个双方在摊墨的部分。那第二个部分，他就是讲到说，是不是他有这个《金融时报》有提前去曝露了说郑丽文要见的这些官员的名称。那对美方来讲，就说，这个你已经违反了我们的承诺，这是个红线。对，你怎么可以就是把我们这个会见的这个人先讲出来？所以就这2个点所以让这个华府对于这个郑丽文的态度是非常非常的这个 freeze out 这样。那所以我认为就是说，今天连国外的媒体都用这样子的篇幅来不要说打脸啦，也不要羞脸。
也就是说对郑丽文有这样的评价的话，那我觉得郑丽文你还在那边自责溢满，讲说这个超乎预期，我认为他应该要稍微放低身段了，要稍微这个检讨一下，不然我认为就是说这样子大家还是不会买单。你觉得他会放低身段吗？我觉得他今天早上我本来以为有，因为今天早上他就有恢复正常了，他就说，哎呀，这个国会议员不是每个都喜欢我啊，然后就说我也不觉得这个会受到热烈的对待啊。我觉得他本来有说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去历史歌说同温层，他讲，哇，他又压起来了。所以我觉得还是党内要多给他一点这个比较束缚的力量。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去历史歌说同温层，他讲，哇，他又压起来了。所以我觉得还是党内要多给他一点这个比较束缚的力量。OK， 现场3位资深媒体人，不管你说跑立法院、跑总统府，然后政党所有这些，应该看过很多到国外出访的每一个单位相关的出访，党主席出访、院长出访或县市首长出访，所有这些大家都看了很多。这次郑丽文去。到底在过程当中有真的被明显的降级或冷漠对待，有相关的例子可以看得出来吗？或是这一次看得出来？郑丽文一直告诉你，他讲的是远超预期，到底是怎么样？来，我看你觉得刚才小玉举的是 Political 那篇，那也有人国内会援引，包括连新加坡的媒体、美国的媒体来去证明说，这次那郑丽文出访到底是有被降格，是有被冷漠，还是其实如他所说的？你们大家都太浅了，连国务院都不知道，所以你们都更不知道。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我还在等那个郑丽文主席跟川普自拍的照片，也许他有啊。他不排除见川普吗？对不对？所以他只是不拿出来而已啊，拿出来给水变阿水。我保留郑丽文主席真的空前意外成功的可能性。但目前没有看到照片所以我们就一个个来哈。刚刚小虎哥还漏算了一个日本媒体日本媒体给他的评价也是被美国降规，对，被美国降规。自由时报国民党的支持者或是郑丽文主席可以弃如敝屣。我不要看自由时报绿媒，他每天在抹黑我。可是有2个点我要特别提出来，刚刚小玉所讲的，就自由时报它连续3篇的独家。第一篇是6月美国时间10号的时候，原本应该是要去艾森豪大楼改成 AIT 总部，但没想到连 AIT 总部的这个换了地点的，或是挂号叫降规的会面都被取消。他怎么敢这样讲？如果没有的话，这个媒体是要失去公信力，就不被信赖了，对不对？第一篇是周景文写的，总编辑出手，你可能对我现在讲这3篇都是周景文，所以当周景文已经亲自出手写的时候，你也稍微意识一下，我盾牌要不要拿出来？我要不要这个敌不动我不动？马上就讲说这不是事实。第2篇是什么？第2篇讲说国会导览，居然有降规，对不对？说是跑去被取消了，就说因为你是去找幕僚导览国会，你并不是真的嘛。第3篇就是我看了以后，我也觉得这太匪夷所思了吧。你跑去买张学友演唱会的门票，门口有人喊我爱黎明，那个看报的啊，对不对？你跑到美国去，当时要谈我们台湾、我们中华民国国民党未来执政跟美国的互动嘛？你跟他谈习近平做什么？好，那郑主席的意思是说，因为美方的人问他，可是也不会讲到说手又大又软像云朵吧？所以你刚刚武哥也跟大家讲了，所以贴身幕僚马上先讲，这个太荒诞了，不可能。对，结果是对的。结果是对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没有时间看所有新闻，我现在帮你汇整这几个新闻，郑主席昨天记者会都讲说都是假的，一开始就先说都是假的，结果这个记者一问说有摸手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说对了，那私下见面，那奇怪，就这些事情我们外界不知道，有没有被降规我们不知道，有没有摸手我们不知道，可是他却掌握了，所以这个时候就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候，就对手两军对垒的时候，怎么我女儿在他手上的时候，我现在是不是要先鸣金收兵了？我已经被对方掌握了，有内鬼，停止交易啦。当你这种事情都已经被大家写出来的时候，你还要跟他正面对决，那你可能会受伤。第二个，我们先不要管自由时报管什么全世界各媒体怎么样，我就讲这段期间来，其实我已经写过太多篇文章，也很多人看了以后不高兴，说为什么要挑他？观众朋友，你不用太有情绪，因为韩国院长马上就会出国证明他的规格跟郑丽文主席一不一样。而且郑丽文主席之前现在是6月，武哥才3个月前啊。卢秀燕3月去美国啊，黄国昌1月去美国啊，
所以你就知道有没有跨过波多马克河，就是我对于我们台湾政治人物到了华府特区，你是在 Arlington 还是在 Washington 最大差别嘛？你可以在 AIT 总部视讯，你可以在 AIT 总部见官员，或者你跨过波多马克河到了杜鲁门大楼、国务院，又或者是艾森豪大楼、国安会嘛。艾森豪大楼那还是在白宫的这个西侧的那个1888年的100多年的大楼，有国安会，有海军。还有就是最重要的，以前叫国防部，现在叫战争部嘛。所以现在看起来，郑丽文主席并没有到那边。那当然哈，因为我的文章写完之后哈，也有媒体转述什么，我并不是刻意要拿朱立伦跟他比，因为朱立伦2015年是总统候选人，对不对？对。所以我当然知道不是，可是我为什么要特别举这个出来？观众朋友很简单哈，因为这张照片是我要传达给大家的。朱立伦在2015年，我现在很快把大家 review 一下哈，我们调回11年前。2015年的6月的时候，蔡英文总统参选人，民进党，那时候他声势不错，因为马上后来确实是当选了。他到了美国以后，他竟然见到了当时国务院的副国务卿布林肯。那媒体报道了，蔡英文也没有否认嘛，这就是台美默契。媒体可以报道，但我不会 confirm。那国民党本来是祝姐，后来10月23号在国父纪念馆开了一个换柱的一个临时中常会。10月23才刚换完哦，11月初小我哥朱立伦不是先台湾跑一圈，他做什么？他直奔美国，赶快去跟美国人见面。现在在看我们新闻面对面的观众朋友，觉得说谁管美国啊？我干嘛要抱美国大腿的观众朋友？我理解大家的可能看法不同，可是在我看来，我们中华民国要选总统的人这一关其实还是得过的，好不好？好，那我们就不用去讲什么面试或等等。但是朱立伦一去以后，他立刻就1天之内2度进到艾森豪大楼。早上进的是国安会的资深主任康达，下午又来了，见谁？见布林肯。我有2个事情要跟面对面的观众朋友分享。第一个是什么？2015年的美国，他还是务求对蓝绿等距的。我既然6月给小英见了布林肯，我11月即使剩2个月要投票，我也一定让朱立伦见。我没有要介入你们台湾民众要怎么选就怎么选嘛。所以朱立伦当时可以，可朱立伦没有跟大家讲这件事情，也没有。好，那回到我这张照片呢，我为什么要举朱立伦？因为朱立伦当时虽然是总统参选人，这张画面我要传达2个讯息。第一个是，郑主席完全可以依照台美默契，不跟大家讲他见谁。可是有没有拍到他在艾森豪大楼进出？没有，没有。赖清德有，朱立伦也有。那黄国昌也有，卢秀燕也有。所以艾森豪大楼是不是没进？如果没进的话，确实规格小一点嘛。第二个，这次的行程是不是如郑主席刚刚在广播节目所讲的？哇，超过我的预期。全程陪同的人就是这一位画面上的袁健生。2015年陪同朱立伦就是袁健生。所以袁健生大使他最清楚这次的规格到底有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好，那再拉回来，因为这整件过程当中哦，自由时报的出口已经让我意识到他有美方的消息，要不然不可能不知道这个云朵的这个事情。所以你看自由时报记者昨天在记者会上直接提了一个有没有电梯，有没有包括电梯打开以后要求照相，这么细的事情都已经被提出了。那我看今天周杰伦又写了最新的这个 po 文是什么？他说，美国跟中国大陆最大的差别在于，中国大陆其实说实在你无法查证，可是美国有太多媒体、太多国会议员、太多消息来源。今天郑丽文主席给大家最新的评论或 comment， 或者是他的宣示也好，是规格好到超过他的预期。那他的这个规格到底多好？后续大家就会做解释。OK， 规格好到对，后面要看有没有释出照片啦，有没有释出其他的讯息，因为有很多都是这样。譬如说，像卢秀燕市长去访问以后。那几天也没有释出什么消息，但是这几天因为郑丽文主席去，慢慢就有他有没有经过白宫，有没有经过哪里，慢慢大家都会去讨论这些。亚明来，资深媒体一样，你自己在判断这些的时候，郑丽文主席有被降级以待吗？还有就是过程当中，因为韩国院长是21号要飞美，而且是 IT 邀请，然后到美国去访问，大家就在比那个规格。从刚才讲，从卢秀燕见到了谁，进了哪些地方，连11年前。那朱立伦去见了谁？然后到了哪些地方？更何况现在是，如果韩国瑜院长去，同样都是国民党在2028被大家点名的4大天王，其中的这几位，那会是怎么样？第一个，我想对郑丽文主席来讲哦，他这一次的这个访美，不管有没有达到他所预期的，他总不可能去对外讲说不好意思哦，这次我没有见到我想见的，对不对？这第一个嘛，所以我觉得他把他能够去阐述。他达到的目标，去把它完整的论述，我觉得这个合理。
我觉得他把他能够去阐述他达到的目标，去把它完整的论述，我觉得这个合理。再来第二个是他在面对一些质疑的内容，可是有些是承认啊，比如说那个什么首相云朵然后我们范云委员还说你用云来形容我名字有云很不舒服等等的。但当然我觉得这一段他说有啊，他说他这个回来台湾在这个广播节目也讲过这一模一样的话，所以他说他意思就是说这个不是新闻可是关键在于，我觉得郑丽文主席有没有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美国的。他们的所谓的舆论，或者说这种所谓政坛的舆情，是把他尤其提到跟习近平、跟中国大陆的互动，是列为所谓情资的重要分享的内容，这个是关键，就是这些人，我不是来听你讲习近平的手有多软的，我是想要听你对台湾的未来有什么样的想法，所以当你今天你都在讲你跟这个政协会有多么伟大的。那美国人对这个没有兴趣。我们川普也在跟习近平见面啊。我说美国，但在美国的角度，我对这个没有兴趣。我们来谈谈那个8000亿为什么变7800？就是说我讲8000亿是对美采购的部分，为什么你一直在那边卡？他在美国的讲法就是你在卡。这个在甚至连国民党内，因为你看卢秀燕他们原本开的数字都跟郑丽文主席是不同调的。我必须说。这一块可能才是郑丽文主席这次到国会，到美国的国会，很多的议员避之唯恐不及的关键。那当然还有一个态度，我觉得郑丽文主席没有展现出比较强硬的，会让大家觉得是不是真的就是被冷淡以对？为什么？因为过去如果大家还记得政协会那时候同样的自由时报去讲政协会卡军购是可以换跟习近平3张门票，还有什么几月以后以前什么的。可是那个时候国民党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提告，那这一次有没有提告？没有，完全没有。就记者会上面从头骂到尾。他虽然说是子虚乌有，虽然说是胡说八道等等的这些形容词，但他没有说要采取法律行动，那个强度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说这一次看起来、感觉起来，郑丽文主席当然他今天我认为他在一些讲话的态度上面，他用一个冷遇跟热遇这个去做对比，他也知道他是遇到比较冷淡的一个待遇了那不过我觉得他比较在意的是说，他想要传达的讯息，美方有没有接收？我相信都有接收了。我相信都有接收。不过因为接下来我觉得郑丽文主席他毕竟是以一个最大在野党的主席的角色去美国，而且是他自己主动规划。对。那在自己主动规划，我觉得比较对国民党来讲一个叫危机，就是说，如果台中市长去访美的规格都可以超越你党主席的时候，那这个政党里面内部的矛盾会不会因为这样而产生？那如果你这样讲，那韩国院长去韩国院长那个，因为他是立法院是 AIT 邀请嘛，对不对？可是不管大家一定会看的是韩院长去，只要进了哪栋楼。过了波多马克河，然后再看到的人是谁，这个一定都会被拿出来。你担心吴峥坐在这个地方是吃素的吗？对，当然，所以郑丽文主席去出发之前，他应该也都知道他会被拿来比较，好，只是他可能没有想到。他真的就是被比下来了，就也许他出发前他觉得信心满满啊，是哦，他觉得他可以展现出一个不一样的这个态度，让美方可以刮目相看我觉得他的自信我听到很多的，尤其是这个对美国比较友好的一些学者也好，或者说一些政治人物，他们对郑丽文主席的评论是说他过于自信。那这种自信在做所谓的政党，你要讲这个叫做国际的事务或者是外交的时候，有时候反而会打折扣因为对方比如说就是我们通常讲那个半杯水响叮当，就是你通常不要到处敲锣打鼓说你有多厉害，因为人家一看就知道你有几两重。其实我们这个国际政治都是非常尤其像 AIT 在台湾做这个所谓的情报工作还少吗？就是说他们能够得到的资讯，美国其实大概也都从他们的轮廓里面去了解说郑丽文大概是什么样的人。可是呢，他们对你会不会有好奇？绝对有。可是这个好奇有没有办法让他们变成一个以后我们可以来合作？那我这边我秀一个东西这是今天下午 AIT 古立言发的，这是昨天晚上古立言 AIT 跟民进党的陈冠廷、国民党的徐小新、民众党的王安祥，3个国防委员会的委员参叙。
这是古立言邀请的。那3个，当然陈冠廷是召委，然后 AIT 的发文里面特别提到，希望跨党派能支持后续的国防加强的这个策略，应该就是讲今天行政院无人机产业，所谓无人机的2100亿无人机，包括它里面也特别提到了台湾的无人机产业。我的了解是这样哦，国民党内认为这一次的2100亿可以支持哦。那上一次不是讲说那个7800亿为什么这样弄？因为其他的要摆在年度预算啊这些。那如果这样的话，当初就不要摆在那里啊，就直接过了。对，但是因为状况不一样，因为状况不一样，上一次是国防部主导，那一个是叫国防的这个特别预算。OK， 而这一次我们的了解是行政院是要由经济部来主导，是一个产业发展，中嘉宾去改所以呢，这时候国民党就觉得，如果今天从产业发展，而不是从军事的这个角度的话，他们就比较愿意。可是呢，他们说他们不会去行政院版本照单全收，他们可能就会有一个自己的版本这样子。OK。不过郑丽文今天也有讲啦，他说还是用什么监督预算。对，但是他说他们愿意考量。对啦，他没有讲死啦。奇怪，去了一趟美国以后，有很多事情。真的都已经开始有一些的改变了吗？是这样吗？但武强刚才来宾讲到，对啊，是我在说的。你如果去看张学友的演唱会，你不要在门口大喊"我爱黎明"。对，你看，这当然大家都知道嘛，你就是要去捧张学友的场嘛。对。可是这一次大家讲说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在美国聊了这么多习近平，聊到不要说老美有些人会不会心里听了都不太舒服，国内有很多人听了，所以你看郑丽文的，包括他的在网络上面。包括网络的好感度啦，所有那些，跟上次在政协会是差很多。是，这难道真的就是因为犯了这个大忌吗？应该是说，网络的好感度它从来都没有好过了，但是重点是声量的大小。政协会是不是雷声很大呢？还真的雷声大，而且像今天下雨一样，雨点也大。但是这一次的美国行的雷声很大，去之前大家想说，到底会怎样？因为看法分歧，所以有些人认为声量大的话。后续也许会真的出现一些火花。依照郑丽文的讲话的调性，搞不好会跟美国人有来有往啊，会彼此过招，据理力争嘛。有些国民党人这样期待，另外一票国民党人可能说，也许可以去重建一个就是争取美国人的信任，解释国民党并没有改变，因为美国人开的算是考前猜题啦，就是说你要说明国民党的策略、政策方向有没有转变，人家已经开了这个考题，但是最后的结果是呢？好像只有抵达考场，但没有参与考试的这种感觉，没有面试官啊，没有碰到政府官员，或者是说有考试资格的官员，就是他可能会见到一些，虽然应该不至于像是保全级的，应该是还会有一点地位的人，但是呢，并没有一个说好，我跟你交流之后，我了解你，没有一个就是我可能收了个资讯，我就走了。包括跟国会议员的会谈，现在有2种，第一种都是见了也不希望你谈，我见你，但是我出来不希望你谈。第二种是见了之后出来讲的是，我见郑丽文是我为了教训他我才见他的，那这个你就显然没有郑丽文的伸展的空间，所以这就造成了一个我们现在到现在为止一下是郑丽文好像都在谈习近平。那这个你就显然没有郑丽文的伸展的空间，所以这就造成了一个我们现在到现在为止一下是郑丽文好像都在谈习近平，从习近平的手从他在习近平的会谈的这个过程中，第一道菜吃了什么菜跟尼克森吃的是一样的其实我就承前面的说法，就是根据我们一般的理解，他身边应该有一个人或一组人不断记录他的言行，才会在这么大的资讯海里面筛出这一些，然后递给台湾的媒体。你说郑丽文旁边，他的身边，那这批是美国的人，不确定。现在就是在小阶梯里面，只有郑丽文知道吧？对。
电梯里面有谁？AIT 的人吗？对啊，听起来 AIT 的人吗？或者是郑丽文自己身边的人呢？不知道。你讲的鬼影幢幢的。对，这个因为我们也都做过水务什么，像如果有这种消息走了，我们一定想说谁？为什么会老板的这个事情被别人知道了？一定会想问那个时候有谁？谁在车上？谁可能知道？有什么话？因为每个人转述出去的话，他会呈现出这个人的视角。有些可能就是国会议员转述，他非常震惊。那你看报道，确实可能是与会的学者或国会议员转述出去。有一些呢，可能就真的是陪同他们去的，比如说负责联络、负责带队的，他回去就立刻报告了。你要注意，他的时间序非常的快，包括郑丽文一被拒见。比如国安会一被拒见，消息马上就出来。对，而且当然还是在等于台湾及时更新呢。郑丽文连辩驳的机会都没有，台湾都已经更新到他被拒绝2次，一次在艾森豪大楼中心，另外一个是在 AIT 被拒绝2次，然后我们都实时更新，所以这就代表在他身边应该一直都有一个资讯链，这是郑丽文最难受的一件事情。他自己也察觉到有人一直在看他，可是他无计可施。诚如刚刚所讲的。习近平不会说任何，他不会针对我们现在请国台办出来说他的手是不是像云朵，不会，习近平一定不会回这个东西。可是后续美方有没有可能持续透过一些涉台的管道持续再放？不要忘了，下个礼拜韩国瑜马上就要去美国，会不会在现场又听到一个上个礼拜你们主席来这边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可能延伸性会比郑丽文想的还要来的复杂。OK。那2位各自政党的代表，来，我这边直接请问一下，有没有听到刚刚郑丽文主席讲，在过程当中，他已经想象得到去美国，那藏起来一些误解啦，或者什么这些，本来就可能会是冷遇，但是有人就是全面性的，就是阻挠，就是不让那些连议员都希望不要碰面。好，来，他没有指谁，那你也不用对号入座，但是我就直接问，我说你们有没有干马的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郑丽文讲了，他多好心啊！他想要到美国去释放赖清德总统当说客啊，是希望美国能够让赖清德总统过境啊。人家一番苦心，你们为什么不感受一下？无福消受，无福消受，这个就是拜托郑丽文主席啊，这个可以就是专心发展国民党党务就好了哈。特别是因为像现在今年的大选年嘛，我们就很紧张。如果郑丽文主席，例如说到新北帮李四川站台，我们苏巧慧委员可能选情就危险一点啊。到哪边我们选情都危险一点，所以我们还是在选举的战场上正面交锋就好哈。那这个讲回来，因为不是啊，我刚其实是真心的，因为这个你是真心的，不是啊。因为郑丽文依照他跟美国的现在这些关系，他在美国讲白话了，这么黑，哇，谁要是真的在美国被认定为是郑丽文的 Marty， 他的朋友，搞不好也跟着被拉黑，也黑掉。所以真的拜托不要帮我们讲话，不用，我们自己有我们的沟通管道。所以我觉得这个样子啊，因为当然郑丽文他现在用很多事后的包装跟形容词啊，一方面讲说这个民党很坏啊，都要阻拦他；一方面又讲说哇这个其实我去美国弄得超棒超好啦，怎样。其实说实在，我知道大家有没有认识这种人，就政治圈有一些这种人啊，就是说很喜欢碰红，这种我不知道大家身边可能遇到这种朋友，例如说你先跟他讲我今天来上那个五哥节目啊，马上就说哇，我知道那小五哥谢振武嘛多熟啊我他手机来我打给他，然后说我同行遇到思刚思刚我兄弟几十年怎样，千万不要这样，不是政治圈对，每个圈子都有很多这种人，商业界这种人很多嘛。我想大家一想，可能你心里都想一个外星人很熟，对，我一讲你可能照片了，我一讲大家搞不好心里浮现一个我认识一个这种人，郑丽文现在就这样嘛，就美国我多好啊，我跟美国熟的嘞连那个国安连那个国务院都不知道，我跟他们长官好的嘞，郑丽文现在就这样讲啊。对不对？那然后其实，但是某种程度，其实大家也都看穿嘛，就是大家讲说，因为郑丽文也不可能自己去跟大家全国民众公告，我这一趟实在是没什么意思，所以他当然要打肿脸充胖子。问题是说你要讲的有说服力一点，像例如说，我就记得韩院长，因为他也要去美国了，他几年前有一句名言嘛。叫做民调冷冰冰，人心热乎乎。我的票都在下面，这民调都是假的。那他们都唱衰我都是黑韩产业链。等到票一开出来，大家知道了，哇，一开出来，民党也吓到嘛，817，哇，蔡英文怎么那么高票？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郑丽文现在有点玩的是同一套了。他就是说台湾冷冰冰，美国热乎乎嘛，然后台湾都唱衰，媒体都在抹黑我。其实我在美国，哇，吃的超开了。那问题是大家信不信呢？但是我觉得他在侨界。你看那些画面，还有媒体有传出来一些，譬如说，
爆桌。当然你说在侨界也有一些比较负面的讯息，譬如说在演讲的过程是不是有人然后因为抗议对，然后被拖，我们这些。对台湾来讲的话，我们台湾老百姓看到那些，总是会觉得说，怎么会出现这样一些画面？但你不可讳言，他在侨界确实是也刮起了一阵旋风啊，不是吗？对，那所以我稍微铺陈一下，就是说，包含这一次郑丽文去完美国，不论是国会议员，刚刚伟航哥也都讲到，说很多人其实事后是把话讲得很明的。Brian Mast 外交委员会的这个主席就说，我跟他见面，我只为了要表达强烈的不满跟抗议。那行政部门、国安会其实让他吃闭门羹，这大家都看到了。那其实现在这些综合的媒体流出来，其实大概2个事情，一个事情是因为他之前挡军购，那这个让美方非常非常的不满。第二个事情也包含说对美国对台湾观察密切这些智库、这些政界，其实也观察到说，在郑丽文领导下，国民党路线变了，也就是从所谓的9·2共识变成你不讲说9·2共识一中各表，你变成9·2共识反一个中国各自表述，这拿掉了，你变成9·2共识反对台独。那美方认为说，你现在这个论述已经跟所谓的中共习近平的这个区域的论述非常非常接近了。那甚至郑丽文在这个之上又加码说，这个不要第一岛链，那这个当然是会让美国这个警铃大作嘛。那如果郑丽文他这一趟不是要处理对美关系，而是在巩固国民党在海外的这一些华侨的支持的话，那他把这一股政治能量接下来要带去哪呢？他是不是例如说要带回来到台湾？大家很多人在讨论，他有没有可能2028要直接出来直攻总统的大位？那刚刚大家会说因为韩国瑜接下来就要去了，韩国瑜去到时候院长的规格一出来，高下立判，所以郑丽文居这一点我倒是保持一个保留态度，因为你说国民党的这个郑丽文从选党主席开始其实党内国民党的党内就对他有所批判嘛，例如说当时郝龙斌、赵康质疑说后面有没有中国介入啦，等等等等。但是看起来在国民党如今，特别是黄复兴系统中，还是有一票的他的始终支持者非常非常非常力挺。所以虽然我们一般会觉得说，哇，在台湾选总统，你一定要处理好对美关系、外交关系，你要是没有办法展现出一个高度的话，那你是取不了这张入场券。可是以如今国民党这样的一个选民结构，就是说遭到说红色的意识形态去影响渗透非常深的，会不会对郑丽文来说，其实事到如今，这个已经无关紧要了。这样的一个选民结构，就是说遭到说红色的意识形态去影响渗透非常深的，会不会对郑丽文来说，其实事到如今，这个已经无关紧要。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要等韩国瑜院长去完回来以后，再来大家观察说国民党内部的政治这个化学效应会怎么变化。吴正刚最后讲的，志刚，国民党在郑丽文带领之下，已经变成包括红色势力渗透到这个里头，已经产生质变或是过度的亲中了吗？已经变成这样吗？没有。刚讲到军售这些，郑丽文主席出国一趟回来，思维有改变了吗？我觉得民进党的叙事这一阵子最喜欢的叙事就是国民党里面出现好多太阳然后一大堆人4、5人都要选2028，然后呢，这个今天呢就对某一个人就是养套杀，下一个被养套杀的对象很可能就是蒋万，因为蒋万的得票率可能会预期的还不错。所以这一整串的叙事基础就是国民党里面呢会有很多太阳，而且会很乱，然后大家各有山头，然后呢，这个不管是出访呢成功失败也好，回来呢都会选总统，这是整个叙事基础。好，再来第二个就是把国民党整组人通通染红，通通抹红。那你就刚才吴声讲的也对啊，就国民党里面本来就对郑丽文过去的一些讲法本来就有不同的看法，一个政党里面有不同看法，本来就是很平常的事情嘛。所以如果说正如吴声所说，如果他有不同看法，那怎么会被全部都染红呢？就不会都红的那所以在某个阶段，也许在某一个场合，某一些人他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跟想法，那我们都尊重嘛。就像民进党里面有的人希望很纯粹的台独建国就是变台湾共和国，那民进党也尊重甚至国民党也尊重这样的声音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不用去以一个地方以小放大我觉得这是一个。第二个，我觉得郑丽文这次去有3个目的啦。第一个就是讲侨社嘛，因为过去这些国外的朋友非常关心国民党的发展，然后过去大概几届主席大概都没有在比较没有在跑侨社。我记得朱立伦那个时候并没有大规模的这个方面的行程。他在就是一个点，然后比如说在这个某个智库演讲，然后这样子。
然后所以这些朋友都很关心国民党的发展，然后再加上这些侨胞对郑丽文很好奇，这样很多人在他之前就有赖我，郑丽文是怎么样一个人，台湾内部对他看法怎样？然后很多你要怎么回答？我就说，你可以去现场看看。我要说你可以去现场看看。然后那个是洛杉矶的朋友，所以他们就爆棚，最后快100桌，快100桌。所以大家对郑丽文是有兴趣，因为大家都从媒体上听到这个人，那现实的感觉是怎么样不知道，所以大家对他是有兴趣。我觉得这部分他是成功的。第一个跑侨社，第二个面对智库，那智库对他不可能都是拉队啦。我们也去过很多美国的智库，不管是对你友好的，或对你比较采取比较严格的，还是会问你很尖锐的问题啊。过去我们陪江启臣去过智库，陪这个蒋万安去过智库，人家问的都是很尖锐，不会因为你是台湾的政治明星，所以就给你很多的这个称赞啊，说你好棒啊，怎样怎样。该问你的态度，该问你的立场，该问你对台湾这些议题的看法，他们还是直接的问，但问完之后，大家就了解你的这个，可是宁可被直接的问，对，怕的是你不理我，对，所以直接问，所以郑丽文这一次有的问的不是看到媒体也是问的很不客气吗？很不客气嘛，所以我觉得在这部分本来就是接受挑战，我想郑丽文不会去说我去台那边是接受大家欢呼的，这种挑战质疑一定心里面会抱着这样的心理准备去 ，OK， 我觉得是这个，这必须要有心理准备了。那第三个就是说行政部门跟国会的部分，坦白讲我不知道郑丽文事前也没说他会碰到什么样的人，或者他预期见到什么样的人。你知道坏就坏在他讲了川普2个字，这个是一直被大家拿出来讲，然后呢，当然我相信郑丽文讲这个时候，他不是也没有真的觉得他要这个，可是当你讲完以后，人家就会把这个。这拿出来讲啊，对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就因为他没有说出他会看到谁，那我觉得如果说正如媒体所报道这边也有点质疑他没看到谁，等等，那我觉得回来自己要再做一些路线上的调整，我觉得也是美国在观察。那美国在接待台湾去的这些人呢，其实像比如说像韩国瑜啊，或者卢秀燕，因为他们在台湾的互动就够多 ，OK， 对你的政治立场也够了解。所以呢，而且你现在的政治职位，他也知道该如何去对待。但是对美国人来说，郑丽文是个比较谜样的人物，就是有的时候他的言辞跟他的行动之间可能会有一些调整，或者他观察的落差。所以我觉得美国在对待这几个人的时候，这个看法不一样。OK， 我补充一下啊，因为刚刚其实听了思刚还有杨敏的说法哈，我想因为下礼拜再回来，现在1个礼拜来一次，我应该就不会再谈这一题了。好，下礼拜就不是郑丽文了。我不敢讲。下礼拜不是你不知道他会不会没有韩国瑜还没回来吧？你也不知道他会不会继续上媒体又讲很多。但是这个美国的这一题应该是差不多。那我为什么要 echo 一下？就是说，其实我很认同刚刚杨明讲的。哪一个？就是郑丽文他也许没想到美国真的给他这样的规格。我跟习近平见了面美国人应该对我很有兴趣啊！我是国民党党主席，我说3800，我说7800，我说什么就是什么，是不是？应该是这样嘛？那么我们先把郑丽文给抽开。以我过往采访新闻来讲的话，我对美国的看法，我的看法美国如果对一个人有兴趣，他会想方设法的想要了解他。我要看一下吴征西装穿几号，我西装哪里买的，皮鞋多少，我要讨好他嘛。一种是这样，一种是我讨厌他，我要击败他，所以他每天去哪里跟什么朋友喝酒，我都要知道，我就要弄他，对不对？所以美国对他这一次明显并没有展现高度兴趣。如果有的话，就从整个安排的过程当中，除了国会议员说可能跟他有一些当面抗议之外，美国的国务院的官员、美国国安会里面的资深主任，并没有积极想要跟他见面，对不对？那以往是会有的，所以这也就是说明了为什么今年1月的时候，黄国昌主席一直没有对外承认或否认的。黄国昌主席为什么可以去艾森豪大楼见国安会的资深主任而且是由在蓝营的陪同之下？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对美国来讲一个蛮想认识，可能对他不够了解的政治人物，所以观众朋友拉回来，如果你已经觉得他都还没有见你，都知道你是什么底，知根知底了。你连习近平的手是那么软，你都，所以你的想法、你的做法、你在国内军购的这些，你的意识形态，我都已经了解了。我为什么还要跟你见面呢？第二个就是，他确实，我认为我个人看法观众朋友这个不好意思，他太高调了
他明明知道他可以见到习近平，我们同一个人同一个态度就可以做比较了。我今天要去追求一个女孩子，在她还没有答应我要嫁给我之前，我也不敢跟我朋友讲，等一下闹鬼怎么办，对不对？所以观众朋友，你回头去想哦，郑丽文在3月30号新闻强压卢秀燕，《自由时报》头版头专访那一天，切勿错过9点发简讯，11点开记者会，宣布要去中国大陆访问。现场有记者问说，所以跟习近平确定见面吗？哪一天见面？他没有讲。他没有讲可是他内心应该知道，不然我干嘛去，对不对？所以他知道他可以见习近平，他也想见习近平，而且郑喜慧确实也帮他跟国民党，看起来没有扣分嘛，他是谨慎的。可是这一次还没出发讲说我不排除见川普，哇哩嘞，吓死人了，不排除见川普，所以我还在等他的那个照片，说不定他有，对不对？所以两相比较都知道了，他对川普的态度是不是太轻佻了？然后对习近平，然后第二个部分，所以我觉得他太高调。而且每样都没兴趣，而最关键的，如果真的啦，如现在各个媒体所报道的，他原本未必进不了I3号大楼，而后来被取消，改成 AIT， 连 AIT 都取消，2度取消，为什么？因为从出发第一天，他讲不排除见川普，到了美国以后，这过程当中，美方可能对他产生了原本没有的疑虑。这过程当中，美方可能对他产生了原本没有的疑虑，包含他跟乔燕里面的人，我们不知道这些人在美方的眼中是什么，是不是他们监管的对象，是他们怀疑的对象。然后，国民党的党主席在这段期间过去半年，对所有军购的说法，我是觉得啦如果他不是这样，那或许今天待遇不是这样。因为我们多次跟大家报告了，我访问国防部的官员，美方对我们是军售，我们对美方是军购。这个不是画巴拉 can， 也不是突然开盲盒，有什么就买什么，不是，是我们的国防单位跟美国那边都已经协商过之后，他们讨论觉得可以卖的才进到第2阶段，总统要不要批，国会要不要告知，对不对？可是郑主席确实他对于这个事情的说法就是空白授权，要买什么不知道，甚至有一些负面的批评。那这时候你就不只是批评到想要争取军购特别条例的民进党政府，也批评到在这整个产业链当中的人，包含什么？美国国会议员说实在的也很直接嘛，今年也有期中选举了，那一些有关军火的供应商的他的那些这个地方州，他也有 KPI 要完成啊。我们为什么 KPI 没达到？就是他。所以呢，这3点我觉得他太过高调，而且这个可能对美方来讲，对他产生一些疑虑。以及最重要的就是美方可能也觉得说，反正我跟你见面要谈的话，你都已经讲，你都讲完了，我对你没有那么高的兴趣，那索性就没有跟他见面。你看刚才在访问的过程，那个浅秋有问一句话，要不要选2028？然后郑丽文是直接跟人家什么？我是国民党党主席那我在外面，你没有跟我讲说选战重要，叫我跑回来，他没有直接跟你讲，他有说他一定不选吗？没有。对，但是他是跟你讲说他是党主席，没有想过。对，好，那如果这样的话，你好，你现场2位因为是政党代表不算，其他4位，郑丽文有没有起心动念2028？我觉得有。好，那伟航有没有？有。杨明有没有？他身边的人一定有。一定有，有没有？我觉得他有啊，因为他就一直讲他有天命啊。OK， 好，那如果这样的话，刚才所讲的那些，不管对于他的2028要挑战，因为前面有个2026嘛，或是对于国民党在2026这一仗，因为这会影响到会不会有人逼宫，会不会有人什么？我看你觉得？我觉得刚刚前面小玉讲得很好，因为观众朋友可能不知道，这个国民党始于孙文。现在呢，终于立文，终于等到没有来，这个要讲清楚，终于等到郑丽文，讲清楚嘛，你讲清楚啊。孙文终于立文，他虽然用国父像什么东西像，不依不饶嘛，革命11次啊，10次失败我还不对不对？所以他不怕访美11次。对不对？总会见到川普，下次说不定对啊，对不对？好，但是这个个性，来，我要拉近我们的话题了。这个个性其实我觉得，或许啦，我不是国民党的县长参选人。但是接下来的5个月，事实会证明是什么结果，我们都不用讲大话。如果国民党的党主席参选人个个都拜托，主席赶快来跟我挂海报，你怎么都不来帮我站台？我们去扫市场，我们去庙口拜拜。然后呢，这个几乎到了，对不对？都已经这个应接不暇，好多邀约，那是一种。那如果是立得来，我的照，那你当然，我正好去另外一个行程，我的总干事跟你陪同一下。那就是另外一种状况了。那因为郑丽文主席刚刚所讲的，我觉得我所提的那个美国的点，我为什么会是这样观察？我觉得他其实好像还蛮坚持的。
他坚持说，我都已经见过习近平，而且是两岸的这个所谓和平解放，美方怎么可能对我没兴趣？美方怎么可能没有给我基本规格？因为跟我刚刚讲，你不要跟总统参选人比，跟卢秀燕、黄国昌比就知道，好像低了一点，对不对？那这种时候，他回国的第一天，小玉讲对了，好像看起来在沉潜，上节目的早上。也还保守，下午就对不对？直接封印就解开了，又来了。他有规格，我真的是太好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又非要去到处浮选不可怎么办？我就非要去跟柯志恩少接35次，我一定要跟这个对不对？你一定要把柯志恩拿出来讲嘛。柯志恩是一个观察点，对啊，因为台南、高雄一定是国民党想争取。这也是郑源自己讲的，那个是艰困选区，但是他会多着力一点。但是如果说最后身边的人，就比如说这次访美，还有这次的这个要浮选，身边人觉得说那些地方如果你不去，说不定会赢。但他如果不听呢？他就非去不可呢。那到时候就看这些国民党候选人们他们是怎么想象。如果这样，我先讲一下，这跟我听到的有点不谋而合啦。就是说，这里我还没回来的时候，我有这个国民党好朋友跟我讲说，邱小玉，你不要在节目讲太死，我告诉你，有这个秦日新跟袁健生在啊。他说他不觉得这两个都是，他觉得这两个都是知美派，对啊，他会认为说这个他们会努力到最后一刻，曾丽文一定会见到想见的人这样子，他就叫我不要讲太死，他就说这两个老将啊哈，但是不好意思啊，到后来还是没有嘛哈。那第二个就是说跟我的那个看法有点不合，是说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如果一个要拼执政大位的人，好，譬如说像民进党他以前是走台独党纲路线，他就会开始慢慢修正，变成维持现状啊，变成是大家最大的公约数。那照理说，你国民党如果想要拼执政，你为什么不往中间路线靠拢？尤其大家在质疑你说，你这么统这么红啊，怎么样那样？可是他就是不改，他即便这样子，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在浅秋那边可能还没有开啦，可能还没睡醒呢，但是他到历史歌就是同温层，就是比较大家归认为说比较统的那个，哇，他就整个满血复活，就是他现在周边的他的幕僚，尤其是他核心的幕僚，我就直接讲，包括 CK 杨啦，你说张荣恭啦这些人，就是都是这个都是比较统路线的人。那他在这些人长久包围之下，那外面有一些批评声啦，他就会跟你讲，他就会旁边的幕僚就会跟郑丽文讲说，你要这些人啊都是见不得你好，就是你要抵抗，就是你不要去听这些反对你的声音，你就是硬起来就对了，你就是他们都是见不得你好，你就是走这个路线就对了。那郑丽文你长久以往被这些人一直包围，你根本就没有修正的空间。我觉得国民党现在怕是怕在这，就是你外面的声音，朱立伦啊、卢秀燕啊，然后韩国瑜这些人声音你听不见，你就是被这个同温层很厚的这些一直包围，那包围到最后，哇，那你觉得你的路线要坚持，因为批评的人都是见不得你好的人，那我觉得这个会离现实会越来越远。别人我不知道了，那个见不得你好是邱小玉，因为他刚才一直这样讲，他一直在讲这个论调。但是姚明不是吗？可是换一个角度讲，2026这一关要先过吧。可是国民党是没有罢免制嘛，那郑丽文的任期是到2029年的11月，对，所以呢，这一仗对郑丽文来讲真的会有伤吗？或是如果国民党能大赢，当然好，能维持现在所有的席次也当然好，但是只要有什么闪失的话，有没有什么 KPI 值是对郑丽文来讲，哪一个地方如果真的有闪失，那国民党里面就算你不要下，就算没有罢免机制，逼宫也要逼下来。其实因为本来大家评估2026应该就叫做平盘加1-2个小县市，就是说，比如说国民党可能调几个县市，也许最大可能到彰化，有人点宜兰、彰化或者是什么嘉义市，过去大概都点到这边，不会有直辖市的跟动，但是现在感觉状况不太一样了，就是说现在蓝跟绿都有可能有直辖市的异动，蓝点名高雄，绿点名新北，就是蓝可能会调这个新北然后绿可能会调高雄，当然这个不是说一定会当然就是说选情没有想象中的乐观因为本来大家都以为说新北蓝营已经执政20年了，那应该很稳可是呢，从民调看起来没有领先到所谓的安全的这个幅度了就是差距的数字没有领先到那么多。高雄其实柯志恩他也没有强到目前有全面性的威胁到赖瑞荣，但是主要是因为这个赖瑞荣在一些议题上面困在里面了，所以呢，有人认为说有机会一补所以我说这一南一北就变成这次的叫做 KPI 的关键城市，因为只有直辖市的异动，或者说这种赢或输，才有可能造成党主席的异动，因为直辖市才是最关键的。因为新北为什么重要？我直接讲了，新北如果国民党守不住，郑丽文想要留在那个主席位置都很难。
即便拿下高雄哦，即便打下高雄，因为新北的人口404万，高雄是大概200多万，对，差100多万的人口，那。这个一来一往，你的统治人口减少那么多，如果再加上彰化啊、什么宜兰这些加一加，哇，那不得了！你的如果是用治理人口，搞不好比民进党少，一次减少了，可能200-300万的话，那我觉得他们党内会受不了，他们会觉得这时候就要去抓战犯，而党主席绝对会变成箭靶，所以我说新北就是一个国民党郑丽文的今年2026的最重要的关键，可是。李四川川博会想要郑丽文来帮忙，每天跟郑丽文黏在一起吗？应该我觉得不会，他比较希望侯友宜跟他站在一起。因为其实你会发现这一次我发现民进党蛮有意思的啦。民进党里面的现在的选将们，大部分对国民党现任的县长都很温柔。大概除了只有台北比较是在打蒋万安，新北苏巧慧基本上都肯定侯友宜。尤其是就是说要卸任的，对，要尊侯嘛。即便陈颖那个台东的陈颖最近这个海峡论坛，饶庆林不是被这个内政部什么陆委会说要这个要查办他今天讲了，他在脸书上发文说，我也肯定饶庆林县长为农民去寻求深入啊，他也要肯定啊。不是，那时候媒体上就有人讨论过说，如果这时候对饶庆林然后这样子出重手。那民党的台东选战，没错啊，对，本来就已经不是这么样的乐观，你可能就雪上加霜啊。所以同样，你看，包括彰化，但是他还有一个但书啦，但是中央的法令还是要遵守啦。他还是要写一个但书啦。他是说要多元开拓，但是他不会去否定饶庆林为农民请命这个行为。是啊。同样的，在彰化，你有看过他们去打王惠美？没有吗？没有啊，不会啊。所以我必须说，这一次的民进党某种程度，他们为了要能够翻转，他们在很多县市是会遵现在即将卸任的国民党的这个县市首长，而这些人一旦没有站稳在国民党的立场的时候，这个县市就有可能发生危机。所以，可是我就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这个我从上礼拜讲到现在，监委当谢振达愿意接受提名进去的时候，侯友宜说：“我早就知道。”不是啊，你不是早就知道，你怎么没有阻止？那这件事情就会很容易变成一个党内矛盾，对，就是说党内一个裂缝，人家就来开始射了嘛，对不对？当然，幸好谢振达最后愿意退，让这个危机解除。可是侯友宜市长他到底在跟李四川的这个距离，就距离不会造成美感，距离会造成悲剧。在选举里面。距离是有可能造成悲剧的，所以我说郑丽文主席在这一次的选战，新北绝对是重中之重。可是他有办法救新北吗？他没有办法。因为郑丽文他有办法，如果照你刚刚的逻辑，他离远一点就可以了。那个叫距离造成的美感。对啊，但是郑丽文应该说郑丽文主席对新北的选情影响没有太大的关联。他跟新北影响很大，他跟新北没有那个所谓的地缘的影响。李乾隆比他影响都还要强。可是我觉得关键在于说，这个新北的选情选不好。郑丽文主席就有可能变成年底要下台的那个键盘，因为思刚自己年底要选嘛。对，那当然多席次的议员跟1对1的县市首长不一样，那不一样。尤其大家重点会摆在那1对1的县市首长。郑主席有讲啊，你说他是党主席，接下来第一个他点名要到彰化，那南部艰困选区他也要多跑。那大家就每次都把柯志恩的那个话拿出来说，柯志恩希望很多大咖来帮忙嘛，蒋万安啊，然后韩国瑜啊、卢秀燕啊，他就是没有讲郑丽文，但郑丽文就说要到那边帮忙，你们有去过？郑丽文对，有去过，出国前有去过。对，可是媒体上面就有另外一个氛围，你一定听过，有一个氛围讲说，国民党的人甚或担心的是2028，如果要是郑丽文挂帅，对国民党甚或立委会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更不要说总统。国民党的人甚或担心的是2028，如果要是郑丽文挂帅，对国民党甚或立委会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更不要说总统。所以2026这一仗要不要痛一次？痛一次的意思我讲这个逻辑很怪，因为没有人选举会想说要输嘛，对不对？对啊。但是有人就讲说，可是你如果要是让他平盘，胜或赢，那2028可能就是郑丽文挂帅。这个逻辑的前提是说，郑丽文如果挂帅，对国民党2028会是个灾难，会这样吗？我觉得这个逻辑很奇怪啦。第一个选举没有人希望会输，是吧？
更何况如果你是一个主帅，如果是这个县市长的候选人，你为什么我要输来去成就别人呢？这是个超奇怪的逻辑。这更何况谁知道，如果只是个拉肚子，会不会最后人都拉坏了，人就拉坏救不回来？所以这种东西的风险性啊，千万不能够轻易尝试。要赢还是要赢，一个一个还是要赢。所以这部分你要怎么赢，就是党内这些未来的潜在的领袖，比如说卢秀燕也好，韩国瑜也好，甚至蒋万安，你们要想办法把整个气势整个拉上来，让人家觉得有赢的功劳簿上有你一笔啊。特别是要对2028年有想法的人，你不能说我只是看着情势自然发展。你该救的、该救的，然后该去做整合的、该出手的就要出手啊。你不能说只是等待，说只是被动的去拉手，然后喊动算，那个功劳簿上的不会很辉煌。那可是刚才好，你说刚杨明讲的，以新北来看，蒋万安或是侯友宜去拉了川博的手，对，跟郑丽文主席去想办法也拉了川博的手，他会不会有一点抵消的作用？是不会了，没那么严重了。有人来都帮忙都好。对，而且要看场合嘛，就是要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选举武器啦。比如说一些深蓝系统的，或者是洪复系统，郑丽文就要去，郑丽文去，他有鼓动选票可能。因为我不会演的，就是有一些深蓝系统的人对侯友宜到现在心里面还有点小疙瘩小疙瘩还有点在但也许这个时候郑丽文可以把这个深蓝系统的人票的部分把它吹出来。那再来你说对于一般过去的社团、公庙或是在新北的各式各样的组织，李四川自己也熟，侯友宜也熟，他这次摸了16年了。各式各样的人脉都在那边，所以我觉得是看场合，我不可能说做一个选举的每天场合都叫郑丽文，或每个场合都叫侯友宜，搞到最后大家也会疲乏，怎么又是侯友宜，怎么又是郑丽文？所以还是在不同的场合也有不同的辅选武器。那比如说蒋万安的部分也有它的特殊的功能存在，所以我觉得对于选举来说，特别是新北市选举，因为它的区块很大，然后它的区块的选票的取向也很不太一样，中永和跟三重。有点不太一样，你喜欢的人也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本来在新北市选举就按照地区特性找适合那个地方人帮你拉台。那吴峥刚才其实一开始就已经表达了你们对于郑丽文不管在年底或是2028的态度嘛，你会讲说你们好怕郑丽文到每个选区去，如果多跑几次的话，你们都会怕各位反串大家要听得懂好不好？但吴峥好，第一个，那你们会怎么样去看待？郑丽文主席在年底或是2028，如果刚讲的他在每个地方跑或什么，刚才思刚也讲，总是有不同分进合击的可能性，会不会有？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高雄，对民进党来讲，杨明刚讲那个状况是个危机吗？我这样讲，我觉得刚刚杨明科讲的分析其实是蛮精辟的，因为你现在观察全台各地的选情，确实呈现出这样一个状况，就是说，在很多的县市，民进党的挑战者对于现任执政者，其实并没有采取一个把对立拉到很高这样的一个态度。那我自己认为啦，这某种程度大概2个原因。第一个事情是说，因为其实整个去年，我们当然都知道，去年整个政治主轴是大罢免嘛，就是说这个政党互相以高度动员的方式来在政治上决斗，这个去年进行过一次，当然结果出来，民进党没有成功。所以对于我们来说，一定各地的这些候选人或者说团队，大家会想说，我去年试过正攻了，那去碰那个工程队撞这个门，城门不破，那不破，我不能就是一样墙在那边，我碰再去撞一次，撞得头破血流，这样不行嘛？所以我们今天换一个方式，好，所以包含说，最近大家也看到说，国民党内部好像很多不同的声音，这里面有没有一些包含说我们可以民进党可以去争取的空间？你不论说地方上的组织，或者说形象上的好感。有没有一些可以运作空间？这个是我们候选人会想。那第二个事情是一样，也是去年大家都看到这个普发1万的威力，所以某种程度今年的主轴，你会看到各地县市也被基本上现在大家围绕在福利政策这样走了，讲好听点，福利政策，对不对？所以包含我们赖总统中央说，0到18岁每个月让你存5000加下去，然后各地不论是营养午餐啦、健保费啦等等，某种程度大家都看到说，这东西好像。对选民来说，这个吸引力这个 echo 很强，好，所以讲这个，所以基本上这2个事情一路走下去，你就会发现说，好像现在各地选举味没有像去年，就说往年这种一个捉对厮杀形式出来那么浓。
台北是一个特例啦。但是有一个人可能会打破这个状况，对啊，就是国民党郑丽文主席，因为他的意识形态跟他路线非常鲜明，所以为什么我们说郑丽文可能是今年选举最大的这个 X 变数啊？我们真的是很戒慎恐惧。好，不过讲回来，其实大家看到说，在这个组织上面，其实你看，例如说最近新竹县好，最近一份年代民调刚出来嘛，对不对？那在里面呢，就是说这个郑朝方在民进党支持者里面，大概拿到86%左右，印象中大概是86%左右。支持民进党的都已经支持这个郑朝方了，那但是徐信莹在支持国民党的支持者里面，大概是5%多，对，5%出头。所以当然国民党说，哦，这表示我们徐信莹现在已经赢2%了，未来还有很大成长空间啊，那赢定了。但是这样讲没有错啦，可是那照理这样讲，今天岂不是徐信莹在国民党支持者里面支持度越低，你空间越大，那更利多了嘛？所以其实反过来讲，我觉得这至少以新竹县这个例子来，我们看得出来说，最后左右选战可能很明显会在一个地方组织盘，甚至包含蓝的组织盘，能不能够包含民进党去松动和去突破？所以那这个事情其实对国民党来说，国民党候选人会看到一样事情嘛？所以刚刚5哥问到高雄，你看这个柯志恩最近讲说，我以后要推演唱会经济2.0，这什么意思？这个其实也是尊卖嘛，因为陈其迈的政策亮点就叫做演唱会经济嘛，我把韩团、我把天团，谁通通都找来。那柯志恩就说，我以后会继续做下去，跟陈其迈做的一样好，比陈其迈做的更好。那其实也是尊卖嘛。那所以5哥说那民进党怎么办呢？我觉得也没关系，那就回到这个政策的本质嘛。对，因为选战中本来大家就是比政见优劣，那他尊卖其实我们会觉得说是对，其实对民进党执政的肯定啊。那像柯志恩他讲的一些，例如说他这个大港开唱啦，他说这个演唱会如果实名制的话，我可以给一些政策的诱因啦。其实包含我们一些高雄的这些议员啦什么，现在也有出来质疑嘛，说那你这个可能不太清楚基层的状况，因为包含大港开唱其实早就已经全面实名制了，你怎么会说未来我要政策诱因呢？所以表示你不接地气。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一个来说是民进党不担心，二来是这是回到选举的正轨。那所以我觉得在这所有全台湾的各地县市中，只有台北市是比较反常。就是台北市现在好像沈伯洋跟蒋万安在走在2条不同的轴线上面。因为沈伯洋提了很多他的政见嘛，这个什么亲子同行卡啦，生态系政策啦，内湖的交通啦，那国民党就啪啪啪说沈伯洋你乱讲一通，你好瞎，你没有准备对不对？那另外一方面呢，蒋万安看起来，因为这是他从新加坡的这个。李光耀城市讲回来嘛，那就有应该是民众不确定这个拍到是谁，但就有人拍到说那个蒋万安在机场哇拿行李的时候，有人过去跟他这个合照啦，因为他去那个行李转盘那个地方，对，蒋万安很亲切啦，蒋万安很亲民啦，等等。那以前大家印象中，在选战中这种所谓野生露出的战法，其实当年把这个打得一炮而红，其实是柯文哲2014年选举那一次嘛，那时候什么小牛啦，什么其他一些人帮他操盘，所以程度上，当然这个你说到底是民众自发拍到，还是这个蒋万安有意为之，我不确定啦。但是问题是说，我觉得很清楚，蒋万安现在他还是在打一个所谓人设的战法，他不想要跟沈伯洋进入短兵相接政策辩论里面。但我觉得沈伯洋每一次的出手就评论。包括他最近讲内湖交通，因为沈伯洋讲的，其实我们来宾大家感受很深嘛。那沈伯洋讲的其实是一个这个等于是鸡尾酒式疗法，就是包含说你说硬体交流道建设可不可以改善？过去陈时中的时候说，甚至说要不要下面挖一个隧道啊？沈伯洋说我们要多管齐下嘛，这个内湖推科技宅、婚育宅等等。这虽然蓝营是反攻回来，觉得说你沈伯洋讲的不切实际，可是我觉得。国民党现在还是就讲蒋万安的阵营还是有点高枕无忧，因为任何现在会被大家拿出来讨论的市政问题，其实某种程度背后都隐含到说，那是你现在没有解决的问题。所以沈伯洋其实持续一直正攻啊，然后看到问题提出解方。蒋万安或者说英委或者国民党议员可以觉得说你这个意见不够好，可问题是说那蒋万安的招在哪呢？看起来蒋万安现在还是全力要远离这个争议。吴峥刚讲的应该就是在选战里面，只要是领先的人领先很多，基本上大概都不会跟着后面要追的人，然后跟着你一起打。那时间对沈伯洋来讲的话，一定也是一个因素嘛。那在刚才吴峥也讲，在台北打的大概是现在已经是全国最火热一区，就在台北。小雨，喜欢吃火锅还是刷冰？火锅也喜欢啊，对，哇塞，1锅2锅。现在为什么？现在好了，就因为他们两位各自提了这些东西，现在就一定要大家被迫再选这些东西吗？
选战难道不能打脸别人吗？对啊，坦白讲，你说要火锅剉冰，我觉得这个议题对我来讲也是有点太夸张。但是火锅我只有一个建议啦，哈，就是说，既然蒋万安这么喜欢讲火锅，那你为什么不口惠而实不至？你把它变成一个实际的，你办一个台北火锅节嘛。但是火锅我只有一个建议啦，哈，就是说，既然蒋万安这么喜欢讲火锅，那你为什么不口惠而实不至？你把它变成一个实际的，你办一个台北火锅节嘛，对不对？之前有台北牛肉面节，虽然我已经来不及参赛了哈，但你还有个台北火锅节。那台北火锅节，你不是又可以带动城市的发展，带动经济啊？这个商家也都会很感谢你啊。那总比你这个也讲火锅，那个也讲火锅，那你为什么不好好的落实啊？这个落实，我觉得这个。比你口惠而实不至来得好了哈。那但是我在讲这个声量的时候，我先补充一点，我觉得今天蒋万安会有一个。可能我不要讲麻烦了哈，因为今天不是在下大雨嘛。对啊。现在就是说，在我们录影的同时啊，网络上已经完全的疯传，台北市多处的地方都在淹水，包括公馆有蟑螂大军整个跑出来，然后另外这个包括中正区啦，还有西门町啦，也都在大淹水，而且全部都蟑螂大军跑出来。那还有一些中山区是淹水淹到连那个粪水都跑出来，所以就说你这个信义计划区也是粪水逆喷。哇，那待会我们录完也要回家，那要。碰到内湖的交通，哇，那这个全部通通都一起来了。所以就说，我觉得民众关心的是市政的问题。当然啦，你可以说，因为这个是急降雨啊，急降雨，那就是说的台北算台北，你说一个盆地啊，那可能就是这种突然。不触防的这种可能没办法防，可是你这种还是会招致民怨啊。那大家我相信啦，但民进党朋友又要开始攻击了，说蒋万安你是不是施政无能啊？你连这个淹水的地方这个给凸显，就是说很多你越到选举这个地方就越会被放大。所以我觉得说蒋万安你与其一天到晚在讲什么班班有鲜奶啊，讲这些的那你真的深深有鲜奶，深深有鲜奶。你把看拜托，你知道真的深深有鲜奶，你知道多久喝一瓶吗？1个礼拜才喝1瓶。对。他不是天天喝，是1个礼拜才喝1瓶。我像蒋万安吗？你在质疑我吗？你对着镜头质疑，你甚或对着思康质疑都好啊。你知道我昨天跟国民党一个议员朋友同台，他还很感慨跟我讲，他说其实这个是郝龙斌时代就有了，那只是后来是因为那个柯文哲那个样子，柯文哲就说干嘛发鲜奶，这吃钙片就好了，所以他就把那个政策给停了嘛，然后最后又变成那个蒋万安又再回来变蒋万安的政绩。好了，那你说打这些事情呢，当然就是说跟这2个人的声量啦，就还是有高有低啦哈。那最近对于蒋万安来讲的话因为沈伯洋一直在大打绿营啦，因为大打火锅的话题。那大打火锅话题，你看啊，包括这个绿营的这个不管是观看数或是什么的你看就整个通常都爆升，都爆升。那对于蓝的来讲，最近蒋万安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话题啦，所以就是看起来是维持平盘。那就是说对于红的部分，那看起来是整个躺平，就是只要这个对于这个蒋万安的形象啊，不管是从之前的英伟达啦这种的就看起来是比较躺平的啦那所以就是说蒋万安看起来虽然声量很高，重点在这里都是由对手来带动对手来带动。那包括他就是各个地方都在讲火锅那你看，我觉得加上今天淹水的话题再下来的话我觉得蒋万安的这个声量会再冲高，但是声量有正面声量、负面声量，不一定是好事那火锅的话题的话，你看对蒋万安来讲也不是好事，因为把空心背稿复制贴上，等于说你的印象更会迷因化。甚至你知道今天他这个背稿的话题还被人家翻出来说，他连那个阿苗也有讲过嘛，就说连他这个婚礼的致辞啊也都是一样的，他就讲说我今天终于碰到一个比我帅的人了，这就是新郎，然后大家就好这样。不好笑，好了，因为大家都看过，网络上都看到这个政治人物去婚礼都讲一套，对啊，那马英九每次去婚礼，苏贞昌都说我来帮新人打光照亮，都是你同一套。你当政治人物，你去每个新人，你都去弄一套新的，你每天光搞这个就搞不完。马英九每到一个地方去讲的内容都是那个新郎永远不会错什么什么，是吧？对啊，应该都是这样啊，对不对？讲30年都一样，30年。但是对那些人来说，他都是第一次听到。
他如果不是第一次也麻烦。所以新人的他是第一次听到，要点几次啊？对啊，好不好？好啦，反正就是那你要帮蒋万安救蒋万安啊！空心背稿复制贴上，印象已经被民营化啦。好啦，那沈伯洋虽然声量有回升啊，但是已经开始进入市政细节的一个考量了嘛。哈，那包括最近大家的这个内湖的交通啦，哈，那然后最后还有整体的判断，蒋万安比较伤，但是沈伯洋需要修补啦。OK， 但你如果就算比较伤，我想是以前你也帮你说像马英九啊，说之前在打选战的一个过程，如果要是目前看起来他跟沈伯洋之间确实是有差距，对，而那个差距照时间来算，不管你们现在说对我有没有一点伤，我只要不是把它打成全面的大伤，我就算每天让你一点让，到最后虽然大家讲说对蒋万来讲那个票数一定要赢得漂亮，才能对他未来你不管说是要2028或2032，你不管怎么想，那个才会有注意。是，可是再怎么样，时间对什么样，你要怎么样打才能够打得赢这一块呢？你也很难啊。这其实蒋万安他大家都知道，他现在各种民调里面，他领先幅度还是非常稳定的大了哈，都是10几20%以上。那正常来讲，你就说好像也不用讲那么多啊，像上周的这个英伟的部分嘛，哈，那大家念完之后，英伟消失了，安静了啊，蒋万安也就出国了，但是出国就变成火锅就接到小玉刚才讲嘛，那个水里面都蟑螂，人家都说今天是台北火锅节啊，到处都是水，然后到处都是垃圾蟑螂在那边飘来飘去啊。那我相信大家在我们这个节目之前的新闻片段应该已经看到很多了啊，像这种东西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那大家就全部都参作同一壶，那大家都怕选举就是这种完全不可测的要素啦。大家不要忘了，2018高雄会出现寒流奇迹，还是8月的时候就下雨，下雨之后就天坑之后，韩国瑜就开始有话题就大家就开始去慢慢一个事就推起来。8月，那现在是而且823，对，现在是6月，现在6月，然后这个大家就有想象空间了，因为我们今天也知道什么圣婴年啊，可能会温度很高啊，水很大。其实每一党都会怕，你是执政的，你就会怕嘛这个我在这个地方我碰到下大雨，这样今天你会说台北为什么淹水？它1个小时下到87公里，那已经超过水沟的80了哈，这一定会冒出来，只是冒出来加了蟑螂的部分，可能就是比较没有想到啊。你之前不是一直在清消抓老鼠吗？那为什么会现在还会这样子？这个就会延伸为市政，所以一般来说大多数领先到某种程度，他都不讲话了，那就是专心的去把市政做好，把所有市政发生问题的可能性的状况压到最低，让选民服务的案件几乎没有，人家都不可能骑在选民服务上面去做这些事。但蒋万安比较不利的是什么？大家对他有期许嘛？他跟其他的市长不见得直攻总统，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蒋万安下一个就是总统，那他马上就会有一个对比的压力，什么压力？郝龙斌连选了2次都赢17万，但是郝龙斌后下来之后，连基隆立委都选不到，所以放在蒋万安头上的一个帽子，就是说你不只要赢，你要赢到20万，所以蒋万安一开始就多了20万的这个压力在身上，他必须要选得漂亮，不是说2028的转进，他即便是2032转进，你也要像马英九那时候赢议员那样，马英九是2002大胜议员之后2002大胜，2008 6年后才选，所以重点就是蒋万安一定要想办法冲到这个项。可是目前来说，看起来这个局并没有这样形成，所以沈伯洋不断的去，我就讲渗透式的作战。我举一个例子哈，上周吧，还是上周，就是沈伯洋跑到一个宫庙去，那个宫庙跑过去的时候哈。大多数的在地的议员都没有意识到沈伯洋会去，连民进党的都不知道。但沈伯洋跑去，大家慌慌张张，说沈伯洋去，大家慌慌张张赶过去，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代表沈伯洋他愿意走得非常细，大家过去都认为他可能是比较偏空战型的，可是当沈伯洋开始打陆战的时候，蒋万安有没有办法保持这样子的陆战能量？可是当沈伯洋开始打陆战的时候，蒋万安有没有办法保持这样子的陆战能量？我觉得就是蒋万安可以去思考的一个部分。这个，我觉得
沈伯洋在这一段时间1个多月起来啊，他的步伐有点凌乱。刚开始出来的时候说剪头发造型，然后说他什么性感的像张孝全，又说像木村拓哉，然后张孝全就被问到一脸狐疑，一脸黑人问号。我也觉得不要再这样去比对张孝全了。我是张孝全的影迷，我不希望看到张孝全之后想到沈伯洋，所以然后就开始一些网络上就捧他多帅啊，都说木村拓哉等等等等。那他到底跟他过去的形象是什么？如果说他主打就是一个。他对于抗中保台路线，对于政治上面是非常的 sharp， 然后他这个出来是要去处于倡导型的一种政治人物，我觉得这是一种走法。这种走法我也不会说完全没票哦，把这个调子把它拉高。那再来呢，回到你说去做一些政策的发布，那政策发布我觉得有点零散，有点零散，就是第一个东一个什么这个票卡，儿童票卡，然后再来呢又讲到内湖。他到一整套有没有一个区域？你说过去像苏贞昌他那一次选台北市长的时候，对手是郝龙斌，他在每一个区域的时候，他会到那个区域去，到区域去说，我这边啊，比如说大同区啊、大安区这边什么问题，交通什么问题，就他一区一区，他有一个规划，有个逻辑概念啊。但是沈伯洋在这1个多月、2个月时间里面，你看不出他有一个逻辑概念，然后呢，旁边呢就是围了一群这个保姆，这个吴佩益啦、吴思瑶啦，然后很多事情都是这些人讲的比沈伯洋还多。你就像这个他们去变电所、文林变电所的预定地，吴思瑶讲40分钟，沈伯洋讲5分钟，那到底谁是主角？那是不是凸显沈伯洋对于很多市政的问题，事实上并没有那么熟悉？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我认为沈伯洋的资质不坏了，我并没有说我并没有很贬低什么沈伯洋资质，我觉得他资质是 OK， 而且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那为什么不让他做自己？他事实上很想也许谈一些对于国家的看法、前途的看法、台湾的未来。那这也是个简单的答法。所以我觉得这1个多月以来，沈伯洋有点混乱，到底什么才是他 ？OK， 但是现在看起来这一局，尤其2026这一段，我想白银到底要扮演什么样一个角色？分2个，第一个县市首长，因为白银现在就是在嘉义嘛，那其他的地方你说对白银来讲，那议员有提，可是这就出现像川博到底要不要带着白银的小鸡？那川博说有人见缝插针，他没有冷落别人，可是你说毕竟他是蓝营的主帅，白银跟蓝营之间在这个里面的整合到底该怎么样去整合？竹北黄国昌突然冒了一个说。他相信郑丽文对他的承诺，不是那边不是大家还很热闹吗？大家还在那个地方热闹到就是蓝营的人要出来，然后跟白银之间邱正月，大家要不要再做什么整合？突然他蹦一个说郑丽文，那竹北要参选的人是想说，不是大哥们，你们大家也先跟我讲一下，我就不要玩啦。你们如果都有承诺，就早点讲啊。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可能先把话讲在前面哈，因为去年的大罢免，32-0，大罢免大失败，蓝白团结通通挡下来。那罢免投票行为跟今年的2026选举投票行为以及2028总统选会不会是一样？我们就检视。如果不一样，那现在很多蓝营的选民他们的内心期待，可能年底将会有一个落空。什么意思？就是当你蓝白在阻止罢免的时候，团结白票投出来的时候，有没有到60%？其实也没有。但你今天出现了1对1选举，我先从小五哥刚刚所讲的，因为今天好多重点。竹北国民党是4选1，今天出来一个。对啊。然后后面是不是还要进第2阶段？不知道。因为竹北本来就不是他们商谈的区域啊，只有宜兰县、嘉义市跟新北市啊，这3个都比完啊。对啊。那你以前都没有谈到竹北，是以前怎么样？对啊，彰化有人要也叫你不要啦。是对，彰化说你就退了。那竹北讲说是，那麻烦你也退了。彰化是叫蔡壁如退，对。竹北是叫国民党退，对。一开始这样，黄国昌讲希望承诺的意思应该是这样。那我们不知道他们长怎么样。你到底有什么协调机制？这是其一。其二，我知道五哥讲的是因为现在最近新闻很多，李四川跟这个民众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被挑说怎么离那么远？观众朋友，人有亲疏远近啊。蒋万安到士林北投，一定是张志刚占 C 位嘛，对不对？怎么可能是其他人呢？就是这个意思。应该是。好，还有王志。第二，这个可能伟航比较熟啦。第二，观众不要忘记2022年的时候，民众党还有台北市长参选人黄珊珊。当你以为上次都已经选了8选4了，这一次分分钟6席不用看，那万一没有呢？因为这次台北市
民众党是没有市长参选人的，他没有黄珊娜，是啊，他没有母鸡，对，所以其实现在大家各个这个有信心人人没把握，所以这种时候大家就会想说，那蓝白是不是可以每一个县市都能够摧枯拉朽？阳明点出一个很关键的新北市，因为我讲新北张嘉怡嘛，新北市、彰化县、嘉义市跟宜兰县是我的关注点啊。新北张嘉怡，那高雄就看看，因为现在有很多这个比较可能落差很大的民调，等到最后3个月就更清楚了。如果新北市真的掉了，刚刚武哥在讲，那新北市真的掉了，郑丽文主席就真的就 say goodbye 了吗？他新北市掉还身为副主席跟秘书长李乾隆难道不用负责吗？对不对？那就2个人如果有问题的话，所以国民党是没有党主席如果选输就下台的机制的。你要搞到鱼子网播或者主席1个月不出来，你也找不到他，中常会停开，很难讲。所以我就说了就是你刚刚已经武哥已经进到一个哇，后悔很久没回来。无赢无输这届，后摆愈痛，这届难赢，后摆无命啦。如果说这次大赢的话，哇，高雄都赢下来了以后，那是不是2028要掉了？政治变化很大，但我相信刚刚市长讲的没有错，每一个现在目前参选的议员不要讲，县市长都会希望赢。当然，可是看着国民党2028的人，他们想法也许都不一样，我们慢慢静观其变。那我把议题拉回来，我刚刚所讲的民众党，因为民众党现在能够跟国民党合作的地方也就寥寥可数。可是再怎么样，我手上握有一支军队啊，就是我们民众党的支持者。可是又这个每下愈况，好像都已经有的民调都在10%以内的时候，他的影响力或者是国民党的蓝营选项对于这个民众党的这种重视程度，他就确实没有如总统大选时候那么的有存在感，对不对？那这种时候，民众党要怎么样走他自己的路？他内部可能有他自己的问题。那如果照刚刚我看那样讲，杨明，毕竟我这支部队，你们不管怎么样讲，所有的民调看起来我7%到10%有吧？我大概就是这样。那在地方上面，尤其议员席次，我好歹可以扮演一定的角色，或是在其他一些地方。那如果要是大家卷得跟麻花一样的民调的时候，我那些票还是有决定性吧。但是现在大家讲民众党内部，譬如柯文哲，譬如黄国昌，大家也会在讲说，他们对于当时提名的过程，包括所有这些，大家的想法看法都一样吗？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说啦，就是因为柯文哲的司法案件，导致民众党整个就是已经必须说他们受到重创，那所以跟2024年2月份，就是他们这个所谓这一届的立委进到立法院那种洋洋得意这个意气风发，完全不一样，不可同日而语。柯文哲，我记得在那时候选后，他是讲得很有自信他说现在有议员的地方还要再加1，对啊 ，N+1，那时候说 N+1嘛，对不对？然后没有的才1席嘛，有的就要加1嘛。那现在哪里有加1的空间？柯文哲，我记得在那时候选后，他是讲得很有自信他说现在有议员的地方还要再加1，对啊 ，N+1，那时候说 N+1嘛，对不对？然后没有的才1席嘛，有的就要加1嘛。那现在哪里有加1的空间？所以原本没有的可能也就没有了。就是说他那个必须要赶快辩证。可是问题来了，在他当初洋洋得意在喊这个的时候，他下面的这一群人每个都跑去布局啊。那时候看到柯文哲拿那么多的票，每个民众党那个哇，我们的政党票有这么多，我每个都觉得议员会选上啊，所以一堆人都下去布局了。结果这时候突然爆一个这个司法弊案，然后呢，结果导致后续的这个整个情势变化，政党支持度剩下8到10%这个区间。那你说党中央辩证，问题是有人不愿收啊。所以刚刚我觉得伟汉哥讲到一个关键啦，就是像竹北这一局，其实竹北这一局因为现在国民党出现的被提名的是主动抛出，他是主动，那个叫无序制，他主动抛出愿意蓝白合，所以当这个对邱成远来说，就你丢球来，我当然接啊，当然要谈整合啊。没有，可是黄国昌的意思是，蓝白合也不用再做什么民调这些，他想要说有协调机制，然后他相信郑丽文主席对他的承诺，对不对？当然，现在问题是连桥都还没桥，所以我的意思说，对邱成远，他当然觉得我们应该要由我们来选或者说怎么样的。可是我觉得关键还在于说，他们两个有没有办法再去做一个确认，用什么样的机制
哦，又要不要协调，还是说要再用一次民调？如果蓝白各自选竹北啦，那竹北一定是大乱斗了。因为我相信蓝营那些本来觉得自己有希望的，搞不好也就脱党选。我跟你讲，竹北之前就是大乱斗，所以郑朝方当选。那这一次，当然我认为说，如果竹北蓝白能整合，那对整个新竹县市的选情，蓝白都会很优势。可是如果竹北没有整合成功的话，恐怕连徐欣怡，甚至连高虹安都会选情受害。小玉，刚刚大家提到了黄珊，因为黄珊已经很久没有在政坛发声啦，或者什么，最近又有冒出的人，因为说有一个黄珊什么前助理啦，然后讲说黄国昌你是不是有跟吴小玲在敲法案，说这些，黄国昌就直接说那应该是当初是民进党的人 ，OK， 那大家又提到了黄珊，黄珊现在要扮演什么样一些角色？对民众党的人来讲，甚或对柯文哲来讲，黄珊还是很大的一个助力吗？刚刚讲黄珊珊，我旁边2个直接讲黄大炜，对啊，因为黄大炜对黄大炜就是黄珊跟他很熟。对啦，就是也就是新闻的连接啦。那就是说今天突然有冒出一篇好像什么怀念黄珊珊的一个新闻回来啊，我想说到底在黄珊珊不是还在吗？要怀念他，意思就是说民众党的人啊，就是说现在看起来民众党被黄国昌搞得跟小蓝一样，那就党内开始有一些检讨的声浪，是不是说怀念黄珊珊，是不是黄珊珊要回来带领整个这个民众党啊振衰起弊？那他再举几个例子啦，第一个例子就是说，那这个台北市刚刚有讲嘛，台北市当时也是黄珊珊至少有母鸡嘛，所以你这个当然除了这个柯文哲有行政资源之外，那你还有黄珊珊接棒嘛，你有母鸡，所以你整个带动民众党当时小鸡的一个气势，所以他才上了6席嘛，对不对？那你对比现在黄国昌，然后黄国昌他好了就没有选到底了，没有选到底的话，那你现在就看起来整个从南到北都没有母鸡耶，民众党是没有母鸡的，这多恐怖啊！所以就说就是大家会觉得说，那黄珊珊跟黄国昌就其实是差蛮多的啦哈。那第二个就是说，黄珊珊至少对于柯文哲啊有一些这个拉住他的一个机制，就是他看到柯文哲有些不对的地方，他还会提出一些质疑或者提出一些谏言。那甚至他们也讲到说，黄珊珊是太后，还说他很凶巴巴，就说他很凶啦，意思就是说他很凶啦哈。那所以就是说，虽然他很凶，他党内人员不见得那么好，可是现在为什么突然怀念起他来？那因为看到黄国昌现在是无条件的全部都靠向了小蓝。都靠向了小蓝，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失去了最主要是说失去了民众党的主体性，不像当时黄珊珊也会骂赖清德，然后也会批评国民党，就左批绿右批蓝，至少就说你还守住一个第三政党的一个格调。可是柯文哲如果都不讲话，对于其他人就很难讲话，因为当时这个两手策略玩得最好的应该是柯文哲。对啊。但是现在不管说是因为他有司法案件或有任何原因，当他都不讲话的时候，就算黄珊珊要讲，那个力道一定讲不过柯文哲的力道啊，那对民众党来讲，这一点影响都没有了。所以就会是民众党现在变成这样，到今天民众党的一个新闻靠一个祭颠师傅，因为一个祭颠师傅让民众党又上了新闻如果你没有那个祭颠师傅的话，那你民众党今天根本连一个新闻都没有。现在已经选战到了耶，你怎么会声势落成这个样子？那讲到那个竹北的地方了我有一个这个看法啦就说确实你去看昨天那个年代做了一个民调嘛那这个虽然说新竹县。对，就做新竹县的部分。那为什么这跟民众党也有关系？因为你看徐欣颖他的优势是说他这个在白营的这个支持度是52%，然后赢过郑朝方的33%嘛，对不对？可是徐欣颖在自己的本命区是失守，他在国民党的支持度他只有57%那这个等于说他郑朝方在国民党还有17%好，那你说郑朝方他虽然才短被征召1个礼拜，可是他在民进党的支持度已经拿到84%好，那徐欣颖这个拿到民进党票只有7成，那为什么我说这个是你知道我国民党朋友就讲说，你看这就是徐欣颖的危机就是转机因为如果说他在国民党内只有拿到5成7的话，那他可以在整合之后他就赢麻了，国民党的概念是这样嘛？可是徐欣颖你已经2个多月了，为什么你才57%？有人说是过程当中初选的那个裂痕是还没有整合好，那就是啊，所以你觉得那个是后没完转？就不会好，因为你知道到目前2个月了，我都还没有看到说他跟陈建贤有公开，陈建贤就是不见他那你知道还有就是他的危机是白银的部分嘛？他在挑拨离间对。
就是我就见不得，我就见不得，就是见不得就好，对不对？就见不得。不是啊，我举个例子，对不对？我今天是坏人，那你让我最后讲完。好，那所以说他就坏到，我是坏人，这是最有公信力的节目对不对？好，那我最后讲的是说，民众党也是，就是如果他这一局也没有好的话，好，那你要看徐熙莹他在民众党是有优势哦。如果他这个主北也没有处理好的话，那是不是连民众党的票也掉了？那你国民党也没整合好，你民众党票也掉了，那你哪来的？你不要说赢麻了，你连赢都都会出现危机啊！我说补一句话，就很像当年那个徐巧芯对费鸿泰啊，记不记得？徐巧芯跟费鸿泰在初选那个时候打的哇，翻天覆地。然后选后大家一直在看费鸿泰什么时候出来站台，费鸿泰会不会整合，然后或者鼓动说，费鸿泰那一派人最后不会去投票，最后还是去投票。就这样，我就举一个例子。不过现在为什么现在这个民调会这样呈现？是因为地方有传言陈建贤会用无党籍选。对了。有这个传言啊，所以有一群人不决定，还在观望。我听到的传言是陈建贤因为跟郑朝方的爸爸郑永金是麻吉嘛，所以他可能陈建贤会按住郑朝方，也有这样的传言。但是不管这两种哪一种，对徐熙莹来讲的话，势必都是多了一层挑战。那个艰困上面来讲，可是陈建贤出来选的话，他搞不好拉到是郑朝方的票，因为他对啊，那两边拉啦，很难讲啊。那现在看起来的话，国内的选战真的有点扑朔迷离，而2026这一仗，它势必会联动到2028，那包括前面讲说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所有相关的一些言行，在政坛会有什么一些的发酵？接下来呢？接下来看到韩院长如果出国又会是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谢谢我们这边，我们明天见，拜拜。